毫不奇怪，它占据了全网第一的位置，甚至连央视都在争夺这个令人垂涎的位置。问题是，偷偷藏不住究竟能有多精彩？以前我喜欢看带有神秘感和不确定感的电视剧，然而我的偏好发生了变化，因为我发现一旦主角聚集在一起，我对故事情节就不那么感兴趣了。但有一部叫《偷偷藏不住》的剧却是个例外。这部剧中的不确定时期简直就是神圣的，甚至在人物聚集在一起之后，它也变得更加迷人。每一集的观赏性都超越了前一集。由赵露思和陈哲远主演的爱情剧《偷偷藏不住》的人气不断上升，并不令人意外。凭借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该剧自上映仅16天就吸引了大批观众。值得注意的是，它在猫眼各平台周热度榜上稳居第一。不仅在线用户在跟上，就连中央电视台也在跟上。央视娱乐一直密切关注最新剧情进展，积极与网友互动，确保桑志端所点赞的精彩场景没有一个被忽视。央视娱乐负责揭露该标题中最细微的部分，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些微妙的细微差别。我能理解为什么当你观看央视时，你会感到自豪和成就感，因为你站在比赛的最前沿。在我看来，躲不开，确实是一种绝对的享受，一种达到新高度的痴迷。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被电视剧迷住了。不可否认，偷偷藏不住这首歌实在是太好听了。赵露思和陈哲远的演技都非常出色。说赵露思的演技仅限于韩式风格，这是不公平的。她拥有理解角色动机的天赋，并且能够批判性地思考自己的角色。当她与另一位演员扮演一对情侣时，他们的化学反应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眼神和肢体语言显而易见，为观众创造了令人信服的身临其境的体验。桑植小时候暗恋段嘉旭的时候，每一个小细节都很容易被人注意到，都容易被人嘲笑。网友纷纷称赞赵露思演技精湛，表情和动作可爱又轻松，无数微妙的细节都有着莫名的催人泪下的力量。尤其是段嘉旭献给桑植的作品，他表达了再次见到他的喜悦。这种联系的真实程度仍然未知，让每个人都充满悬念。陈哲远把段嘉旭演绎得非常动人，每个细节都演绎得无可挑剔，尤其是哭泣的场景，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感，唤起一种深刻的脆弱感，并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能力。桑植的父母经常邀请他一起吃饭，他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餐桌，礼貌地拒绝了。有时他会在黎明前出发，或者在除夕夜匆匆从机场返回。有一次，他发现口袋里藏着一个红包，是桑植送给他的礼物。那一刻，他强忍着泪水，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屏幕上充满了丰富的魅力和化学反应，两位有吸引力且才华横溢的演员将他们非凡的表演能力带到了互动场景中。由此产生的屏幕上的甜蜜，令人难以抗拒且令人着迷。比如说，段嘉旭给桑植布置了一个任务，他们在车上的简短对话就表现得非常熟练。桑植深知段嘉旭要加班一整夜，还开车送他去上班，这让他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担忧。那一刻，他的肢体语言意味深长，他靠向段嘉旭，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揉着。最终，他发现自己无助地触碰了段嘉旭的头，段嘉旭的头微微向后仰，让他的手继续贴着他的手。我仍然不清楚这一特定事件的起源，我不确定这是精心策划的，还是演员们现场即兴表演的。这两个人以流畅的动作进出现场，互相拉扯，表现出非凡的合作水平。他们的互动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浪漫关系的动态，表现出真诚和可爱的品质。路灯下，他们手牵着手漫步，段嘉旭发现自己不愿意松开桑植的手，相反，他温柔地用另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场景是桑植向段嘉旭寻求复兴，而另一个场景则描绘了卢斯眼神在场景开始和后期的对比。在前者中，能量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展示了转变。许多无关紧要的细节都有可能激怒个人，因此最好让互联网用户识别并解决它们。强烈的迷恋感突然淹没了他们，
展示了他们在行为艺术领域的非凡技巧。与人们普遍认为偶像剧不需要演技的看法相反，不可否认的是，拥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演员可以极大地提升观众的观剧体验。演员的表演可以在线观看，故事情节传递着令人振奋和积极的信息。偷偷藏不住，以真爱为主题。小时候，桑植通过崇拜贾诩哥哥作为榜样，发现了自己的热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桑植用他温暖而强大的力量为贾诩哥哥带来治愈。据该剧的热心支持者透露，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对段欣怀着难以言表的崇拜，也有可能桑植为了追求爱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我们的结论是否符合他的愿望还不确定。他在他的成长岁月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涵盖了他的整个青春期，而他则是他在笼罩着他存在的黑暗中的安慰。仅仅只是一步步靠近他的内心深处，他自己的心就被炽热的情感点燃。在他灿烂的笑容面前，他曾经暗淡的生活被重新照亮。真爱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至高无上的现象。繁琐的工作结束后，谁不渴望一丝甜蜜来让自己的一天充满活力呢？更难得的是，这部剧不仅围绕爱情主题，还深入探讨了女性之间和谐互惠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家庭环境对性格塑造的深刻影响。孩子们，碎糖不仅能带来满足感，还具有补气的功效。如果你喜欢甜剧，偷偷躲不过去，绝对是必看的。其甜蜜度和剧情简直无与伦比。收到秦岚发来的红包，吴磊迎来了30个及时的、发自肺腑的新年祝福。看到里面的金额后，他笑了起来。此前，秦岚和吴磊都出席了春晚。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秦岚递给吴磊一个红包作为礼物。30哥没有任何犹豫，赶紧向妹妹拜年。私下检查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后，他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来这笔钱还是相当可观的。在最近的一条 Vlog 中，吴磊记录了自己参加春晚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秦岚给吴磊发了红包，递过去的时候，秦岚还开玩笑地表示，希望吴磊的身高能够再长高5厘米。不过，吴磊没有理会这些评论，继续前进。随后，他告诉吴磊红包确实存在，并只是弟弟使用。吴磊收到红包后，表示想把红包藏在枕头底下。秦岚姐姐亲自送红包，让我心里生出一种羡慕的感觉。吴磊饰演的白玉兰儿子乔伟，由于缺乏母爱，生性顽皮。木兰决心改变孩子的行为，她用自己的力量逐渐改变他。吴磊才9岁的时候，秦岚也还很小，他们就有机会像母子一样一起工作。10年后的今天，吴磊和秦岚再次同台，这次是在春晚的大舞台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一看的景象，是多年后的一次美丽的重逢。秦岚和吴磊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多年来，秦岚对吴磊就像姐姐一样，对弟弟也一直表现出真挚的善意。每逢过年，她都会给弟弟发红包。秦岚也算得上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她饰演的富察容音不仅让她事业2次成功，也让她的粉丝越来越多。看得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欣赏秦岚，开始敬业她的作品的追随者。吴磊也不例外。吴磊以童星出道，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这2个人就像真正的兄弟姐妹一样，前途光明。